Sony Xperia One Mark II 这次几乎是全方位升级，邦尼今天会先在每个项目上带来重点功能实测，后续邦尼也会带来完整评测，大家千万别错过喽。首先，在外观设计上 ，Xperia One Mark II 采用更加平直的金属中框，搭配机身边缘的圆角过渡设计，在视觉上带来了更加方正利落的外观。同时，进一步缩窄的机身宽度，也让设计跟握感都取得相当不错的平衡。顺带一提，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的紫色版本，用紫色很难定义整机高亮的表面处理，又透出一些淡紫的色彩过渡，非常推荐大家到现场看看实机。机身部分采用实体指纹辨识，结合电源按键，全机支援 IP65、IP68 防水防尘。而大家最期待的相机部分，采用了蔡司跟 Sony Alpha 团队合作调教的镜头模组，并且用上了 T-Star Coating 增透及抗反射镀膜。在规格上提供了包括 f2.2 1200万画素 16mm 超广角镜头， f2.4 1200万画素 70mm 3倍光学长焦镜头，接着是这次新增的 3D iToF 景深镜头。不过跟过往各家拿来进行测量或辅助人像运算不同， Sony 除了采用双光电二极体进行对焦外，更采用 3D iToF 创造43200个感测点进行对焦的协同运算，达成更快更准的对焦速度，同时在低光下的对焦性能也获得强化。此外，在 Xperia One Mark II 的主镜头上，采用 f1.7 1.1/7的 24mm 1200万画素 Exmor RS 主镜头。值得一提的是，在 Sony 的相机界面中，逻辑会是选择镜头，而不是各家的多镜头倍率切换。在使用逻辑上，更偏向相机用户换镜头的使用习惯。除此之外 ，Xperia One Mark II 并没有独立的夜间模式。Sony 说明，在低光源下，除了大感光元件的优势外，系统会自动进行10张的相片合成，会采自动化进行，所以没有独立的夜拍模式。邦尼后续也会带来完整拍照及录影实测，到时候别忘了回来看看完整评测哦。此外，搭配上 Sony 这次在对焦上的进化，除了稍早推出的眼部追踪对焦，现在动物的眼睛也可以追踪。另外，更进一步达成自家高阶相机拥有的20fps 连拍，并且每秒也会进行60次的对焦及曝光运算，也就是说，每张相片都会进行3次的对焦及曝光即时运算。而在新增的 Photography Pro， 除了继承了 Alpha 相机熟悉的操作界面外，左侧可以自由切换 Auto、P、S、M 拍摄模式以及所选的镜头。打开熟悉的水平仪，在左侧的 menu 当中也有许多自定选项。此外，对焦模式是单次 AF 或是连续 AF， 手动对焦也都有，而对焦区域、测光模式、白平衡都有更进一步的细致选项可供调整。顺带一提，大家发现了吗？这次 Photography Pro 没有萤幕上的拍照按钮，一切都是采用更符合大家操作习惯的实体快门进行。录影上，大家熟悉的 Cinema Pro 新增了大家期待的 23.98 以及 59.94 fps 的 4K HDR 录影，同时支援 2K 120 fps 的慢动作录影，对于影像创作来说更加实用。此外，也加入了曝光测量仪、触控对焦以及风切声过滤等等新功能。萤幕上 Xperia One Mark II 采用了 6.5 寸 21:9 4K HDR OLED 萤幕，拥有色彩管理，同样支援采用自家高阶电视机种作为调教的标准模式，以及大家熟悉以自家专业影像显示器 Master Monitor 调教的导演模式。比较特别的是 Xperia One Mark II 在观看影片时支援动态模糊减少技术，模拟9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减少影格延迟。此外，为了符合有许多创作者把 Xperia One 系列机种拿来当作相机显示器的需求， Sony 也加入了更进阶的白平衡设定选项，包括拍照常用的 D50、D55， 摄影常用的 D61， 或是大家熟悉的 D65， 以及电视标准常用的 D93， 都已经预设在调整项目当中。音效部分 ，Xperia One Mark II 保留了已经越来越稀有的 3.5mm 耳机接孔。技术上，这次跟 Sony Music 以及 Sony Pictures 合作调教了这次的音效体验，并且搭载前置的双喇叭，让左右的声音都从正面而来，并进一步采用 Sony 全新设计的喇叭单体，提供更稳定的声音表现。同样支援 Dolby Atmos， 以及 Sony Xperia One Mark II 也是目前全球首款支援360 Reality 音效的机种，同时也提供了全新一代 DC Ultimate 数位音质还原技术。效能上 Xperia One Mark II 搭载高通 Snapdragon 865，支援 5G， 采用 NSA Sub 6，配置 8GB 的 RAM， 256GB 的储存空间，同样支援 WiFi 6。
顺带一提 ，Xperia One Mark II 也支援透过 WiFi 6进行无线网络分享。值得一提的是 ，Sony 这次推出了许多游戏玩家相当关注的 HS 电源控制，能够直接将充电器的电源供电给手机，借此让机身不会因为电池高效率输出及输入时发烫而影响效能，可以说是这次蛮大的亮点之一。后续邦尼也会带来相关实测。再顺带一提，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也可以支援 PlayStation 的 DualShock 4无线摇杆游玩支援的游戏。邦尼则是认为，如果 Sony 开放摇杆跟萤幕点击的自定化选项，那应该会是目前市场上最适合玩手游的摇杆选项之一。续航部分 ，Xperia One Mark II 搭载4000毫安时电池 ，PD 快速充电，无线充电。在 Xperia One Mark II 的上市资讯部分，在台将会推出 8GB 加 256GB 的5G 版本，提供紫、黑、白3种颜色，官方售价新台币35990元。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后续邦尼将会带来 Xperia One Mark II 的完整评测，千万别错过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